26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解禁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向第三国出口，并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作指南。这一决定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尤其是为更多武器装备出口并激发军工产业潜力做好了铺垫。这对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将带来长远影响。中方也对日本的最新动向表达了严重关切。我が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にふさわしい戦闘機の実現を目指して、英国およびイタリアとの協議をしっかりと進めてまいります。对于该战机向第三国出口，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严格的决定程序，继续坚持作为和平国家的基本理念。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为避免助长国际争端，一直对武器出口采取限制，但继去年12月解禁获得外国企业许可进行制造的授权生产品的出口后，此次又进一步放宽规则，解禁出口杀伤能力强的战机。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认为，这次日本内阁新决议和修改运用指南，事实上突破了日本战后70多年来禁止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瓶颈，也为今后日本军舰、潜艇等先进的军事装备直接出口第三国打开方便之门，可以挖掘日本军工产业的潜能，刺激提升日本先进的军事装备制造的能力和它的研发能力，为日本强军扩军以及5年军费实现翻一番，增加财源。2022年12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政府宣布将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定名为全球空中作战计划。报道称 ，GCAP 将把由英国主导的暴风战斗机项目与日本的 FX 战斗机项目结合起来，研制第6代战斗机。去年12月，3国签署了关于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协议，计划在2025年启动开发阶段，力争到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计划在2035年部署100架该新型战机，以接替计划于同年开始退役的老化 F2 战机。英国和意大利则将用这款新型战斗机取代现役的台风战斗机。值得一提的是，日英意3国联合研制面临的问题是跨代开发，简言之，都是在未成功研制5代机的情况下，直接进入6代机开发项目。但在联合开发6代机消息传出之前，3国都曾分别进行大量相关研究。其中，英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展示6代机全尺寸模型的国家，其项目名称为暴风。英国方面声称采用了诸多开创性新技术，比如以全虚拟技术座舱取代传统座舱显示器，战斗态势感知能力与人机交互程度达到惊人水准。日本进行的6代机项目名为 FX， 而在此之前，日本还推出过 X2 星神项目，但最终因为技术等问题未能继续下去。有分析指，若是日英意能跨代开发出6代机，这不仅意味着其技术水平赶超美国，甚至还拥有了未来空战的规则制定权。据悉，3国联合研制项目的具体分工是：机身与系统总体研制由日本30重工、英国 BAE 系统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负责；发动机由日本石川岛波摩重工、英国罗罗公司、意大利 AVIO 公司负责；电子设备则由日本30电机、意大利莱昂纳多本部及其在英分公司负责。本月23号，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作出训示，称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将成为全球安全稳定的基础。这次日英意3国联合开发，也是日本首次与盟友美国以外的伙伴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机。那么，这个对于构建长期存量性、具有稳定固化结构的军事联盟，同样具有重要的突破性。去年12月，3国同意设立负责与企业方面合作以及出口管理的3边组织，总部将设在英国，首任一把手预计将由日本人出任。但据日媒早前报道，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向共同开发国以外的对象出售新型战机，会使该项目变得复杂，所以日本政府一直争取通过执政党的工作磋商来解禁，但公民党坚持谨慎态度。直到本月15号，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民党高层举行会谈，就允许将日本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出口至第三国一事达成一致。核心就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作指南，即出口对象仅限下一代战机，且出口对象国必须与日本签订过防卫装备出口相关协议，以及不向正在交战的国家出口。日本目前已与美国、印度、菲律宾、阿联酋等15个国家缔结上述协定，此外还在与多方谈判，能出口的国家或将增加。
但据日本朝日新闻16号报道，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强调的叫停机制的有效性仍令人生疑，特别是为了防止出口装备加剧冲突，规定不得向正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出口这一条。报道分析认为，即便出口之时对象国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如果不久后爆发了战争，那就可能出现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使用了从日本进口的战机这种情况。事实上，英国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形，其出口沙特的武器装备后被用于也门内战。日媒就质疑，目前日本武器出口审批程序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会全程没有参与，仅由政府和执政党密室政治就能做出决策。而在毛峰看来，这样的安排看似设置了诸多限定条件，但是仍然为扩大其他武器装备出口创造了先例，是日本政府小步快跑、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尝试。那么根据有关官员的解释，对每个出口个案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通过内阁审议 case by case 来应对，因此不仅在直接出口上会有进展，而且在其他像军舰、潜艇等军事装备出口上也有可能有所突破。2023年以来，日本防卫力量建设呈现对安全威胁评估更加激进、武器装备出口政策加速调整，以及防卫政策更加突出进攻性等特点，表明日本防卫战略正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在此背景下，日本防卫省发布的《防卫技术指南2023》提出，日本防卫技术的发展重点涉及无人化、自动化、新作战平台、新能源、新材料、高性能计算、网络空间防御等12个领域，着重强调脑机融合技术、远程机器人的分身控制技术等35项关键技术。本月21号，当时正在访日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就透露，4月的美日领导人会谈预计将磋商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在机器人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坎贝尔期待称，在安全保障和技术方面有日本能发挥较大能力的领域。针对具体领域，坎贝尔还提到了网络和反潜战相关合作。说奥库斯在这个核潜艇领域的合作本身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这个海域，就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日本呢，恰恰又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事国。日本积极介入奥库斯，尽管不是在核领域、核潜艇领域的合作，那么在其他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毫无疑问也会渗透到这个军事，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安全或者说秩序的稳定。分析指出，日本强化对外军事技术合作以及对武器出口寄予厚望，是希望借此维持军工产业基础。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动对外军售和军援的背景下，日本大型军工企业纷纷上调业绩预期。三菱重工预计到2026财年，其防务部门销售收入将从目前的5000亿日元翻倍至1万亿日元。川崎重工则计划到2030财年，将防务部门销售收入从目前的2400亿日元增加到5000至7000亿日元。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尽管日本军工产业还将面临着产供链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装备造价能否如愿降低等问题，但日本不断释放军工产业的潜能，从长期看仍将给地区局势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带来不确定性。我们应该还是要关注到，就是日本在这个军工出口的这个大跃进，应该是一个中长期来看，应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所以包括和平宪法也好，包括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势力也好，其实目前来看只是一层窗户纸啊，恐怕是难以遏制日本在这个武器出口或者说军事安全领域的这一系列的突破。对于岸田政府不断在军事领域突破限制，日本舆论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批判。日本每日新闻16号刊发的社论就指出，出口具备强大杀伤力的战斗机可能会加剧国际冲突，是涉嫌违宪的问题。仅仅照顾到经济利益就随意更改规则，实在是本末倒置。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地位正在受到质疑，不应该渐进式突破以往的原则。26号上午，大约80名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首相官邸前集会，抗议岸田内阁解禁对第三国出口战机的决定。当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对日本政府的最新举措回应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的军力发展，引发了周边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